应明府判我死罪。哦，快进去，快进去。请将昨夜之事细细道来。昨夜暴雨，我在书房写作，怎料癫狂症发作，是我杀了他，一定是我杀了他。恳请明府切莫容情，判我死罪。成功，节哀。案情尚不明了，请恕我不能够结案论罪。腾公不妨先回房休息，李某自会将案子查个明明白白。判我死罪！粉末，之前有碱，握笔。死者指尖、耳中、发髻上皆有白色粉末。七刀，为何都是七刀？明府，没什么味儿啊。藤勘已经认了，癫狂症发作杀妻，这个案子可以了结了吧？那齐平为何无故变化？窗外留下的足迹，进入书房挪动尸体的人又是谁？这么多疑团都没有破解，就结案了？玲姐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没少赢啊！这可都是我靠自己本事赢来的，合律合法，愿打愿挨。还有啊，我告诉你，我的事儿呢已经了了。谁了的？立规矩的人。还赌吗？江湖权力不是儿戏，真要赌，咱们换个赌法。你还要赌什么？咱们就赌你们手头上的案子。狄仁杰要是真能把无名尸体的案子破了，查到真实元凶，那我这江湖就归他管了。可是他如果破不了，我也不图你们什么。咱们关家、江湖各不相犯。赌了。如果你破了无名尸的案子，那从此以后蓬莱县你说了算。不然呢？这儿有3颗铜头子，1颗头子我帮你们办一件事情。这方圆50里之内你可以打听，没人敢不给我面子。没想到你还是个讲究人，谢了啊。等等，3颗头子只能办3件事，你可别给我偷奸耍滑。没什么不然啊，你可是狄仁杰啊，这案子你肯定能破，你得努力啊，怀英。
这赌来的钱呢，不算是脏钱，用这钱买来的靴子，自然也不算是赃物，这个可不脏。哎，你干嘛去？回屋换靴。马蓉啊，小狗啊，啥都好，就是爱吃屎。什么时候把这个毛病改了，小狗啥都好，啊？哎，狄仁杰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谢了。滕公悲伤过度，旧疾复发，好好休养才是。这些都无妨。冥府可知，我20多年前流连京畿之时，与你的父亲有过数面之缘。令尊为人磊落，殷荣至今牢记于心的。当年我官拜右屯卫长史，叫做滕仲元。南雁白发悲，孤塞山岳林。天地常入夜，生死共长生。自父亲离开之后，这首诗一直常伴左右。今日得遇父亲故人，是怀殷之幸啊。只是不知滕公为何？不知为何，我从大漠孤烟转投风花雪月是吧？是银莲改变了我。自从我与他成婚，我便不愿再去碰触杀伐决断，所以改了名，只想做一个沉迷在温柔乡里书写情书的庸人。如今年过半百，唯愿与银莲共度余生，别无他求。可是现在，这一切被我亲手所毁。淮阴尚有一事不明，滕公为何一定要把罪名揽到自己身上？冥府，即便你不判我，老天也将判我。手刃爱妻，忘情负义。与其每日尽受煎熬，独活残生，不如早赴黄泉，在地下与银莲相见。诚恳求冥府，看在与令尊的交情上，判我死罪吧。诚恳谢过冥府了。滕公万万不可，淮阴既谋圣恩，自当依律行事。滕公也曾在朝为官，自当熟知唐律。依唐律，癫狂病人无伤人命，当从轻论处。滕公才名远播，全县百姓上书请命，于情于理，我都该判您无罪啊。命苟存，心有死。有一事，淮阴还望滕公能够如实相告。你是想问那四七平的事儿吧？正是。那七平是我10多年前在殿中偶然看到，春、夏、秋、冬4幅气画，画中故事
与我和银莲一般无二。梦中相见，露台相识。画中有姐妹4人，银莲出阁前，家中也有姐妹4人。你说，这不是我和银莲的故事，还能是什么？就是因为这种种巧合，我认定这七瓶一定是我和银莲的独属之物，这才将它买回来。可谁曾想，就在前几日，这酒杯却变成了利剑，刺入了他的前胸。家主，我今天状态尚好，不必喝药。可是夫人亲自嘱托。夫人，我说过不必喝药。可是夫人说，夫人说。夫人说。郎君，喝药吧，喝了就会好了。你喝。我说不喝，你还不喝？郎君，没事了。对不起，银莲，对不起。齐平，自齐平。郎君，你看，郎君怎么会这样？郎君，郎君，郎君，郎君。有鬼！有鬼！家中被猎鬼附身了！家主！当时我的疯癫之症已经越发加深，唯恐真如齐平预言一般，把银莲杀死，所以让下人们把齐平锁入库房。结果到头来，我还是失了心智。滕公，可认得此画中人？
藤公与父亲相识，为何不告诉我？家主交友甚广，我如何全都能记得啊？更何况，那都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。不过说起藤仲元的先祖，那倒是大有名气啊。说说。贞观13年，藤仲元的先祖官封剑南道魏军镇父，本来是仕途顺畅，结果没想到患了癫狂之症，夜间发作，拔刀闯营，一连杀了17名士卒，引起哗变。藤仲元的先祖问津谢罪。从方才的脉象看来，阴虚于下，阳亢于上，确实是癫狂症。这么说来，这病会传于子嗣？难道这就是藤仲元与银莲不育的缘由？银莲在出阁之前，家中也是姊妹4人，正如这屏上所绘的一样。别跑！这儿就是银莲出阁前的祖屋，现在就剩下未出嫁的二姐，大家都叫她赖二娘子。赖二娘子，这位是蓬莱县令狄明府，今日前来。我知道你是谁，我也知道你要问什么。你在查银莲被杀的案子，对吗？你知道他死了？大诗人藤侃的夫人死了，这是天大的事情，瞒得过谁去？哼！你笑啥？我不能笑吗？他早就该死，这是报应。哦，他这个人素来水性杨花。谢过明府。仗着美貌，竟做些隐门卖笑的勾当，与他有染的人多了，恨他的人也多了。我可听说，银莲夫人素来品行端正，恪守妇道。她与藤公伉俪情深，都是些人前的伪装罢了。恪守妇道这4个字，与他从来就不沾边。不是赖二娘子说这些话，可有凭证？要什么凭证？你去各处打听打听便知道了。你说他的情人很多，可否将他们的名姓告知于我？我与银莲交恶，素无往来。他现在与何人私通，我又怎会知道？不过，当年有一个叫李翰的，他可是银莲的奸夫，银莲出阁前的追求者。一个平庸至极的无聊男人，整日围绕在银莲身边。后来，银莲就腻了。有一日，李翰闯入府中，银莲报了官。不信，你可以去查查。
那全都是我。我看这画都出自一人之手，你跟这个徐凯熟吗？我跟徐凯何止相熟，他这一辈子最爱画我。这个徐凯现在何处？他得了麻风病，后来就失踪了。那病让他本来好看至极的脸变得斑旋横生，无法再见人了。不知赖二娘子上一次与银莲夫人见面是什么时候？是什么时候呢？好久了吧。自那日你搔首弄姿、卖弄风情之后，我便发誓与你再不相见。我跟你不一样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跟你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我这一生只爱徐凯一人，得不到他，我便终身不嫁。我跟你不一样，我跟你不一样。回衙之后，让红叔查下李翰的卷宗。若他所言属实，旧案之中或许能够找到银莲的牵扯。明府，府衙来报，街上一家书画铺昨晚失窃了。明府，就是这里，小人的书画铺。何时发现店铺被人闯破？回明府，大约今日申时前后。昨夜贪了几杯，一直睡到晌午后才来开门。当时店门紧闭，若非断了锁，又贴了许多画像，恐怕也不会发现有人进来的。可有财物遗失？我查了几遍，并未损失财物。你这店内书画，尤其是贴告示这些，我要带回府衙去，待到案件告破之后再给你还回来，可否？明府请便。徐凯，他是我的情人。等等，坟墓。
这个徐凯现在何处？得了麻风病，后来就失踪了。他就是徐凯。你如此大费周章，就是为了告诉我，这一切都跟徐凯有关。就未曾沐浴，甚至就未曾洗手，衣衫褴褛，生活窘迫，形同乞丐。乞丐，草鞋，坟墓。快点儿！快！菜市场。回应啊，南来二娘子啊，所言属实，李汉的卷宗找到了，此人因盗窃罪，判城郊采石场劳役。果然是采石场。说你觉不觉得林莲夫人有些异状？有何异样？说不上来。嗨，算了，小戴，备马。哎，这大半夜的你要去哪儿啊？去采石场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乔太跟我2个人够了。我能帮你。这骰子霸宗给的，一颗骰子解决一件事儿，方圆几十里没人敢不给他面子。行了，你已经许久未睡了。 2日而已，不算久。我替你试试，若真有用，你替我谢他。哎，回应。走哪儿？快点！快点！什么呢？说你的给我走，快点！没吃饭怎么的？动起来，动起来！快点！ 别磨蹭！过来。提名府。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去呀！偷不了活了是吧？不走。这儿不是衙门，没有酒饭招待，乌烟瘴气的，没什么事儿，2位请回吧。陈守卫说笑了。李某今日来说要见一个犯人，李汉。 那你可有刺史的公文呢？公文自然有。看陈守卫，如要是见了公文，让我见不到人，这里边的干系，不用狄某多言吧？快点！小戴，取公文。哎，我这里的犯人成百上千的，也不是每个人的名字都记得住。哎。 过来，去把那个什么李汉给我带过来。你忘了，这个叫李汉的已经染上麻风病，死了。对，这我倒是给忘了。狄明府，不是我不让你见，你听到了，人死了。要不你带我去他的坟上看看。这个李汉。 与多宗凶杀命案有关，狄某不敢疏忽。陈守卫，有劳了。随我来吧。
陈守卫，这儿。明府，人死了多久了10天、20天。新土。我若想挖坟验尸，陈守卫可否行个方便？明府，这恐怕不合规矩吧？是我越权了。我屋里有犯人的名册，若是不信我的话，可以去查。那倒不必。既然已经来这看到了，这差事就算是交代了。多谢陈守卫通融，走吧。多谢。明府，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啊？明府，挖坟。挖坟？这采石场戒备森严，再进去怕是难啊。等一等，一会儿应该会有人来给我们带路的。啊？明府，明府，你认识霸宗？他是我的朋友。即使如此，也不枉费我冒死前来了。明府，您是想挖坟验尸？是。前方有一条小路，可以避过守卫，直抵乱葬岗。两位，请随我来。请。明府，挖开。明府，这里戒备森严，若非病亡，那一定是陈守卫私自放生。这类事情时有发生，小人我职位低微，知之甚少。明府，我只能帮您到这儿了。你敢冒如此风险来？是为了帮我，还是为了霸宗？我家中受过霸宗不少照顾，有恩报恩，本该如此。明府既是霸宗的朋友，住明府，那自然也就是住霸宗了。如此多谢了。明府言重了。明府，别喊，让他看一眼那草席。那是李翰。我再问你一遍，李翰在哪儿？无权问我。自使的文书也不管用。有吗？没有。那你就是家仇共文，你家仇共啊！不说实话，我现在就杀了你。我狄仁杰能判案，也能断案，说不定到最后，你这案子还是够我来判。我保证让你死得不明不白的。你到底是官是匪啊？见官是官，遇匪屠匪。